大家好，我是钱雷达。最近比特币的这个走势，是不是让你也跟着坐上了过山车？整个市场都人心惶惶的，感觉天好像都要塌下来了。有人说，哎呀，这牛市肯定已经结束了。甚至还有更悲观的，说一场彻底的崩盘就在眼前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华尔街有位顶级的分析师汤姆里，他站出来说了个完全相反的观点。他觉得大家别怕，比特币不仅没走坏，年底甚至还有机会冲个新高。是不是听着有点反直觉？别急，今天咱们就花几分钟，把它这套核心逻辑给你掰开揉碎了讲清楚。如果你也正在为市场波动感到焦虑，那接下来的内容你可得听仔细了。好，那么汤姆里的信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？他的第一个观点就足以让很多人大吃一惊。他认为咱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恐慌，说白了，更多是市场情绪的过度反应，根本不是基本趋势的改变。换句话说，这一波下跌根本就不是熊市的开始，而是一次特别健康的系统大扫除，就是把那些不坚定的投机者给清理出去。所以他才敢预测年底之前，比特币不仅能收复失地，甚至可能再创新高。好，既然不是熊市，那未来上涨的动力在哪儿呢？这就得说到他理论里最关键的一环了。汤姆里指出了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事实，那就是机构投资者的钱其实还没真正进来呢。不管是那些传统的基金、养老金，还是家族办公室，他们在加密资产上的配置可以说几乎为零，低的不成比例。这背后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旦这些机构开始补仓，那将会带来一波巨大的增量资金，这才是比特币未来上涨真正的核心动力。咱们可以打个比方这趟开往未来的火车其实才刚刚启动，而那些手里握着巨额资金的大玩家们，好多都还没检票上车呢。你想想，一旦他们开始行动，会对价格产生多大的推动力？除了机构资金这个内部的强大引擎，汤姆里还特别强调，外部的宏观经济大环境也正在给咱们吹来一股顺风。具体来说呢，整个大环境正在进入一个对高风险、高回报资产非常友好的时期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简单说就是未来很可能要降息，市场上的钱会变多，而且像 AI 这样的科技创新也在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。在这种大环境下，像比特币这种波动大但上涨潜力也大的资产，往往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。所以咱们得看清这个向上的大方向，别被短期的正常颠簸给轻易甩下车了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了，既然你说的这么好，那最近这几次大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汤姆里的解释正好就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他认为这一轮下跌的目的就是为了清理掉市场里过高的杠杆、过热的情绪，还有那些短线投机资金。所以这根本就不是崩盘，而是一次健康的市场清洗。他特别强调，像这种回调往往是下一轮上涨的前奏，而不是结束的信号。你看，这恰恰就是长期投资者和短线投机者在逻辑上的分水岭。好了，我们聊了市场情绪、机构资金和宏观环境，最后一点可以说就是汤姆里整个理论的基石了。他反复强调的是，未来的比特币行情主导者不再是散户了，而是机构资金，比如 ETF、大公司的资产配置、家族办公室、对冲基金，这些长期资金才是未来10年比特币真正的定价者。而这又意味着3件事：第一，市场的波动会变小；第二，越是下跌，就越有机构愿意买入；第三，整个市场的趋势会变得更加长期、稳定和深入。这才是他敢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喊出年底创新高的真正底气。所以，如果要把汤姆里的观点总结成一句话，那就是市场在短期内尖叫，但长期趋势依然坚定向上。短线的这些噪音最终都会被长期的结构性力量给抹平。真正决定比特币未来能涨到哪儿的是机构资金进场的速度，而不是咱们今天感受到的这种恐慌情绪。所以，如果你也看好比特币的长期价值，那么现在的波动对你来说不一定就是风险，它也可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对汤姆里最新观点的深度解读，希望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思考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